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专题，这是一个高频的考点。我们先看第一道题啊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有关圆的重要条件的问题。第一道题没有关系，它就是一个常规的题。这是一个一般式的方程，的是 m，e 是负 m，f 是2。如果它要表示圆，你只需要做到的方 m 方加上 e 方减去4乘以 f， 那就是8大于0就可以了。2m 的平方大于8，m 的平方大于4，所以 m 是大于2，或者 m 是小于负2的。我一观察这几个数满足大于2的只有这个的，所以这道题就选的。这道题呢就是直接应用条件，它没有什么关系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题，下一个题就很有分量了。这是一个经常考的一类问题。已知曲线系的方程是这个，又是一个一般式表示的方程。但是这个一般式表示的方程的，虽然 x 方和 y 方的系数相等，但是它不是1，我的习惯是把它变成1，所以这个方程每一项都除以2，变成 x 方加 y 方加 2x 加上 4y 加上f等于0。如果它要表示圆儿，那它必须得做到什么呢？如果你要表示圆儿，你就得做到的方加 e 方减去4倍的 f，2/f 它的是大于0的。的方加 e 方减 4f 它得是大于0的。所以呢，2得4，4 4 1 16，16加4这是20。大于它们俩一约就是 2f， 也就是 f 它需要小于10，我才能够得到它表示圆儿，反过来也一样。那么现在题中问我，这是 f 大于10是这个方程表示圆儿的充要条件。现在问我的是谁呢？是 f 小于等于10，它是这条曲线表示圆儿的什么条件？这时候呢，我要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，有一个命题，它是，我是广州人，另一个呢是我是中国人。我们看一下谁能推出谁呢？A 一定能够推出 B， 我是广州人，那我一定就是中国人，所以 A 一定能够推出 B， 有 A 推出 B 充分，所以 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。那么反过来我们再看它俩的关系是什么？ A 是 B 的充分条件，你是广州人就推出你一定是中国人。从集合的角度去看 ，A 是 B 的真值几。好，我们再看，那 B 是 A 的什么条件呢？ B 是 A 的什么条件？我们可以这么来判断，我要不是中国人，我就一定不是广州人。我是中国人，未必我是广州的。可是我要不是中国人，我一定就不能是广州人。那就说明你要是广州人，首先我要是广州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是他必备的一个条件。你得先是中国人，然后你才能是广州人。所以 B 就是 A 的必要条件那么如果互相都能够推出的，彼此互为充要，那就是充要条件，那个比较好判断就是这个必要条件不太好判断，所以我呢举了这个例子。你看以后符合这个的，如果说老师我再进一步总结一下，A 是 B 的子集， A 是 B 的充分条件， B 就是 A 的必要条件，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果你要是圆儿，你就得满足这个满足这个你就是圆儿，好吧？那么 f 小于等于10，如果我给它加上一个小撇它是
是小于10的，它是小于等于10的。显然呢 ，f 小于10在里 ，f 小于等于10在外，它就相当于那个 a， 而外圈呢就相当于这个 b。所以它是它的啥条件呢？它是表示圆的啥条件呢？显然是必要不充分啊，这是必要不充分条件，就像 B 是 A 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样。我们再理解理解啊，这个地方的知识稍微有点绕，好多同学学到这儿都是一会儿明白了，一会儿又糊涂了。我们得反复的咀嚼，反复的琢磨，越理解越渗透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道题。这道题呢是 m 小于等于 t， 是它表示圆的必要不充分条件。它首先就告诉你了，它是个必要不充分条件，然后你需要把t 的取值范围找到。那么首先我要看，很显然既然你是必要不充分的条件，那你一定是m 小于等于 t 是在这里的， m 小于等于 t。 那我要把你表示圆的那个条件是什么？ x 方加 y 方的 x 的方根号3的平方加上 e 的平方负的根号 m 的方减去是 f 是 m， 它的大于0，然后它才能表示圆儿。反过来也一样，3加上 m 减去是 m 大于0，3m 负3m 移过去小于3，m 是小于1的，所以 m 小于1，它得在这儿。m 小于等于 t 是它表示圆，你就得做到 m 小于1，m 小于1你就表示圆。它是它的必要不充分条件，说明它就相当于那个集合 A， 而它呢外圈就相当于集合 B，A 是 B 的真子集。那我们再画个数轴这是1，小于1你就表示圆。你要比它的范围大，你的 t 可以落在这儿，也可以落在它的右边。你在表达 m 小于 t 的时候，要么就是 a 小于等于，你看它多了一个等于，它只有小于就已经比它范围大了，它就相当于外圈了。你在这儿那更是m 小于1是它的真子集，所以你的 t 应该在什么位置呢？在1以及1的右侧，所以 t 应该是大于等于1的。或者呢，你写成什么样子你可以表达成 t 属于1斗正无穷大。好了，这是它表示圆的必要不充分条件，我们就得到 t 的取值范围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要求你对充分条件、必要条件、重要条件有深刻的理解能够快速的进行判断。好，今天呢这个条件我就讲这么多，大家要反复咀嚼。下次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另一个小专题。我们在平时的学习过程当中，就把各个将来考试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那些考点，以小专题的面貌给大家讲清楚。你在考试的时候，你就非常容易的应付了。